1571年4月24日，庞迪我神父在马德里的沃尔德莫罗堂区教堂受洗。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确切出生日期，但根据当时的洗礼习俗，我们可以假定他是在前几天出生的。这位未来的耶稣会士采用他母亲的姓氏潘托哈作为他的第一个姓氏，因为这个血统一定比他父亲的血统更有影响力。我们今天可以从前面提到教堂里的墓碑，或是在沃尔德莫罗主堡罗萨里奥圣母所在的潘托哈斯小圣堂的建筑，都可以找到证明。他在马德里附近的这个小镇开始学习语法和音乐，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福传的重要元素。他离开家乡小镇，去艾勒雷斯的卡尔喀纳大学学习哲学。他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耶稣会。此时正处于所谓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之中，许多年轻人感受到蒙召去做一些事情，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真正英雄和非凡的事情。他像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耶稣会和天主。因此他加入了当时为昆卡省维拉多热富恩特斯的耶稣会初学院。初学生活结束后，他还在后莱多省奥卡尼亚完成了最后2年的哲学课程。从那里他回到阿尔卡拉埃纳雷斯学习神学。完成神学后，日本耶稣会的巡视员碰巧路过，他具有招募传教士的许可，所以借此招募去远东的志愿者。彭迪我神父就是其中之一。让我们想象一下，彭迪我正值青春年华，充满了年轻人的慷慨和憧憬，并受到他全副身心完成的神召和依纳爵灵修传统的激励，主动申请去进行传教使命。年轻的庞迪我特别希望到中国当一名传教士。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会对中国有这种特殊的渴望。另外，当时已经有来自菲律宾的奥斯定修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西班牙文著作。庞迪我年轻时可能就看过其中的一些。无论如何，当他还是一名修士，以及在阿尔卡拉被祝升为神父后不久，耶稣会东方传教使命，尤其是日本使命的巡视员到罗马参加修会大会，修会的全球会议。日本巡视员经过阿尔卡拉，便很自然地与年轻的耶稣会士们交谈，这样他们对东方的传教使命充满热情。然而他只是负责日本使命的巡视员，他只接受到日本的申请，但如果有人和他一起去日本，他就可以立即离开。因此庞迪我自告奋勇，在与巡视员会面不久后，就带着传教的想法前往东方的日本。这条葡萄牙通往东方的路线包括什么？葡萄牙是向大西洋扩张，并寻求与远东接触的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与非洲接壤的路线是葡萄牙王室的专属路线。同时，葡萄牙人已经把目光投向了2个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为此，他们在寻求进入2个东方国家的渠道。终于在1557年，他们获准定居中国以南一个叫澳门的地方。庞迪我神父本人以及整个天主教会，尤其是
他所属的耶稣会的福传努力，都只是西班牙自15世纪末以来多元文化融合进程的一个部分。西语系圈是早期全球化板块之一，它首次将各大洲连接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三代一神教相互影响，这混合了欧洲文化的先锋。拉美裔继承了地中海地区的通婚和宗教融合经验，这现象延续至今。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研究古代，这过程首次接触到充满生机的文化，这符合对作为人权基础的国际法的捍卫。这是民族史学的兴起，人类学的起源。从印度编年史到埃斯卡兰特、门多萨和庞迪我对中国的首次研究，他们推广当地语言，创建了第一笔词典、语法和翻译。与这些新文化的相遇，无论是在美洲还是亚洲，对西方的基督信仰来说都是陌生的。不过从1492年以来，对拉斯里德王国的福音传播就有了先例。传教士到达新的领土的传教方法的结构和原则是在加拉纳达确立的。要了解彭迪我神父，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皇家告诫神父佛雷·费尔南多·塔拉维拉。他是一位以圣热罗姆名字命名的隐修会会士和格拉纳达的第一任大主教。佛雷·费尔南多·塔拉维拉为辛纳斯里德的人们和任何不了解福音的人创立了一种福传风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将深远地影响美洲和亚洲。这种福传方法的主要层面是什么？第一，使用母语和白话文，为此在教义问答中使用母语、词典和语法，在礼仪中使用白话，这对理解仪式的真意很重要。阅读圣言也使用自己的母语。第二，音乐的运用，本地音乐对传播福音和教义讲授至关重要。第三，艺术的重要性，使用新人群所熟悉的艺术形式，印刷有助于巩固信仰的小卡片。这种福传风格逐渐传到美洲和亚洲，庞迪我神父也将使用这种风格。如果说葡萄牙路线对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福传很重要，那么亚洲、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联系也同样重要。贸易路线除了是本地化的里程碑之外，也是传播思想和福传的途径。从1565年开始，安德烈斯·乌达内塔创造了勇敢之海。他是一位宇宙学家，一名士兵，也是一名神父。勇敢之海是从菲律宾出发的路程，从那时起，为了走更长的航线，并向北行驶，来自菲律宾的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将到达墨西哥的不同地点。它的主要目的地是墨西哥，但有不同的到达点。阿卡普尔科、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布拉斯、纳亚利特海岸。每个大帆船也有不同的名称，它们将要交换的是标准银、小茴香、肉桂、胡椒等物种。其他物品也将从日本带来，例如屏风、剑、披肩，所有这些都适合当地使用。所有这些材料将在抵达墨西哥后进行转化，然后再利用。当然，他们带来了塔夫绸、丝绸，所有这些都将被重新用于墨西哥的天主教仪式。有一些手工制品，例如日本漆器，这些物品乘船运往阿卡普尔科，然后通过不同的陆路运送到维拉克鲁斯，在那里再次装载到船上，航行到圣玛利亚港。
然后到达塞维利亚。在庞迪我之前，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就有一个伟大的先例，他就是圣方济沙乌略。我们有必要回顾父传历史、传教历史、宣教史中的一个基本人物，圣方济各沙乌略。这位来自西班牙纳瓦拉的人，从希纳爵罗耀拉和他其他伙伴们那里吸取了灵感。他顶替生病的同伴前往东方，并牺牲了自己。他从此再也没有踏足过欧洲。我们现在知道，方济沙乌略沿着果阿和山口之间的一系列路线。日本的佛教真理告诉方济沙乌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化源自中国。因此，如果你提出的造物主、天主等教义是合理的，那么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一定听说过他们。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所了解。因此，方济沙乌略觉得他必须去中国，去那个东方文明的中心。因此，他向中国南方航行，以便从澳门和现在的香港沿海进入。就这样，他到达了上川岛，当时叫三仙岛。方济沙乌略离开日本时确信，他发现了一些与他在印度群岛、莫卢加群岛和其他海岸所看到的不同的东西。不知何故，方济沙乌略意识到必须开发一种新的语言，才能与中日文明对话。当庞迪我抵达澳门时，日本开始发生宗教迫害，而其实也需要帮助的利玛窦，促使他改变目的地，到了中国。他与范里安及另一位负责中国事务的耶稣会长上一起，完成了这个旅程，从果阿到印度，再到澳门。他们在旅途中认识了，他们将庞迪我视为一个抱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而在到达日本之前，庞迪我必须在澳门等待前往那里的船只和团体。当庞迪我在澳门的时候，正在中国准备去北京的利玛窦已经到了南京，因为他的中国之行已进入最后阶段。他本来已经尝试过要去北京，但因为条件不够理想而折返。在南京，他也时刻准备着，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立即动身前往首都。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很少，即使有人离开南京，也要考虑谁能留下，因为南京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因此，修会长上从澳门派了几个得力的传教士来支持利玛窦，同时也选了当时在澳门的庞迪我。由此，庞迪我要到日本的目的地改变了。他感到惊讶，但是非常开心。他从小就向往中国，所以这不是他的压力，不是他的意志，而是天主的奇妙安排。这就是庞迪我神父来到中国的始末。中国对外国人非常怀疑，因为蒙古入侵的创伤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对所有非中国的东西都很敏感。那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你无法进入。而传教士利用在江苏举行的一个展会，想出了一种进入的方法。他们伪装成商人进入，就这样，彭迪我和各居进进入了江苏。是的，他们已经前往南京了。南京在中国的中部，利玛窦正在那里等待着他。在那里，彭迪我像传教士过去所做的那样改了名字，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庞迪我。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庞迪我也是一个容易的名字。他穿上了儒士的长袍，因为他意识到他们非常受到人们的尊重。
他学会了礼节性的手势，并且在利玛窦的要求下，当时也在池里并自己听懂得音乐的各居敬，教庞迪我如何弹奏以管键琴，这是他们后来送给皇帝的礼物之一。这件事发生在几天之内，这意味着庞迪我可能已经接受过音乐训练，他一定知道如何演奏音乐，是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学好，以便不久之后教学。他沿着大运河从南京到北京进行了伟大的旅程。庞迪我一如任何年轻人一样充满热情，仿佛像海绵一样吸收他所看到的一切。后来他将所有内容写成一封长信，寄给阿尔卡拉埃纳雷斯的院长。那封信在欧洲成为畅销书，因为它就像一本汉学专著，讲述了他所观测到的一切，吸收了一切风俗、食物、噪音、气味、礼数、植物、政府，包罗万象，一本畅销的汉学专著。在从当时的远东传到西方的众多回响中，我们必须指出一种新的混合艺术风格的发展。这种风格产生了整个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1571年，米格尔利亚斯比创建马尼拉市，这座城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商业重地。然而，与菲律宾的商业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当时，中国商人开始满载石器、漆器和丝绸等艺术品抵达菲律宾。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这些中国产品的贸易量增加了，因为他们在欧洲是未知的材料，而且质量也很好。直到18世纪，西方才开始生产瓷器，其中一些物品，例如青花瓷，是受委托在中国的不同作坊为亚洲使命而定制的，并用不同程序的不同字谜与中国图案混合装饰。当这些异国情调的产品到达美洲和西班牙时，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它们的形式和装饰影响了西班牙总督区和利比利亚半岛的建筑师们，正如普埃布拉的陶瓷或塔拉维拉的陶器所反映的那样。它的装饰是带有龙或牡丹等中国风格的图案。我们已经知道，庞迪我和利玛窦一起到达了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他们到了北京，向皇帝进献礼物，却没有见到皇帝，因为皇帝是一个极其神圣的人物，外国人是不准见他的。他们在前往宝座的路上鞠躬，他们在宝座前鞠躬，尽管宝座是空的，他们呈上了礼物。这些礼物让皇帝非常高兴，尤其是从西方带来的机械钟和羽管键琴。皇帝非常喜欢羽管键琴的声音，由于除了庞迪我之外没有人会弹奏，所以他被授权进入北京故宫，以便教授一群太监如何弹奏羽管键琴。这就是为什么他是第一个进入故宫的西方人。他们到达了北京，皇帝允许他们定居，他甚至还给他们一种补贴。从那时起，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开始在北京蓬勃发展，许多人皈依了天主教，是要归功于利玛窦制定的政策及本地化，其中包括尽可能多地接近当地文化，从语言开始即表达天主、服装、观念的神学术语。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非常繁荣的基督宗教形式，
利玛窦去世后，彭迪我取得了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他的干预下，他从皇帝那里获得了安葬利玛窦的墓地。利玛窦是第一个被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这要归功于彭迪我。这不仅意味着安葬利玛窦，也意味着皇帝对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传教事业的认可，就好像他们已经获得了更明确的肯定。利玛窦去世后，彭德我继续用中文写书，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七课大全》，它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讲述了七大罪和七大美德，或者尽德之门。这本书在中国也非常成功。他在北京周边的村庄进行牧灵服务，这是利玛窦之前没有做过的事，因为利玛窦一直滞留在北京学习，并与士大夫们交往。而庞迪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一个使徒活动。庞迪我的教育工作也很出色，例如他中文所著的《耶稣受难记》被用来在圣之主日和圣周期间礼仪庆祝时的阅读和祈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庞迪我是一位有理想、更具有广博文化和使徒潜力的人。庞迪我神后为何被派往中国呢？对我来说，他去中国的原因，除了他的天主教传教事业之外，好，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地形学家。更重要的是，该领域的专家表示，他改革了中国的地图学，因为他具有能够制作出当时未知的非凡地图的能力。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是他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在语言领域也做出了贡献。我们知道东方语言是声调的，也就是说，相同的音数单位用不同的声调发出来，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在转录和研究这些语言时是一个问题。对，现代汉语的转录是利玛窦开始的，另一位耶稣会士各居敬意识到这些中国声调与我们五角星的5个声调相对应。彭迪我开发了一种方法来指出它，通过使用重音、尖锐音和阳溢音符号，以及短元音和长元音表达它。有了这5个符号，就表明了声音的声调，极大地方便了汉语的学习。汉语现在的拼音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在宫廷中的科学任务。庞迪我在科学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存在。他在数学领域的创新引人注目，最著名的是他完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的翻译。利玛窦与一些耶稣会士开始合作翻译这部文本，但彭迪我完成了它，并帮助其在学术界的传播。该译文至今仍在使用。庞迪我还因他对天文学领域的贡献而脱颖而出。他以皇帝誉为天文学家的身份，帮助修正了中国的天文历法，这也改变了我们对时间测量科学的理解。为此，他写了日晷图法。庞迪我花了大量精力建造钟表，他把这些钟表献给朝廷，这树立了他在时间测量科学方面的权威。最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水利科学领域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的科学思想深受当时中国学者们的欢迎和认可，因此庞迪我成为将科学知识从欧洲传播到中国的重要渠道。伟大的传教士利玛窦的去世，给庞迪我的工作和他的使命带来了变化。不幸的是，当利玛窦去世后，有一些耶稣会士不太支持这种本土化政策，他们进行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牧灵外长活动。这样的活动激怒了政府，因为它太公开了等等。政府最终将包括庞迪我在内的4位主要耶稣会士驱逐出中国。庞迪我和他的同伴德乌尔西斯在圣之主日离开北京。那天庆祝圣之主日，并诵读庞迪我用中文写的《耶稣受难记》，随着华人教友们的拥抱、告别和哭泣，这是这位伟大传教士一生中极其激动人心的时刻。庞迪我被迫离开北京，这让他非常痛苦。他去了澳门，并在澳门去世。他以1618年英年早逝，年仅50岁。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因为他被埋葬在一座被烧毁的教堂里。教堂的坟墓和里面的一切都消失了，但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教宗方济各也非常认可耶稣会士庞迪我为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当今教会生活的教导。教宗信件，圣马尔塔2023年12月5日，赫苏斯·博尔加多·加西亚神父。亲爱的弟兄，庞迪我神父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对科学世界的贡献很广泛，包括天文学、数学研究、日历修正、时间测量、水力学和语言系统化的研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将2018年定为庞迪我年的原因之一，以纪念他在澳门逝世400周年。他的一些中国作品也很独特，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比如1614年写的《七科大全》，其中他以古代亚洲文化的典型心态，向儒家知识分子展示基督宗教的道德教义。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故宫内教授如何演奏羽管键琴。中国式的音乐以及用中文口语和书写是表达基督宗教信仰的媒介。庞迪我是信仰本土化和文化福传的典范，与同伴们一起，他能够触及福音的本质和核心，并剥离掉那些西方文化中相同但无关的元素。这方法对每一个种族、语言、民族和国家都有效。庞迪我所宣扬的基督宗教并没有剥夺中国社会自己的身份，反而丰富了它。艺术是有力的见证，例如我们可以从佛教图像与天主圣母玛利亚图像的对比中可见一斑。反过来，庞迪我成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大使。在欧洲，由于无知和传闻，人们对中国和亚洲社会产生了许多刻板印象。庞迪我于1602年写的《一些耶稣会神父进入中国》一书改变了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庞迪我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次带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一个世界还不够，连接欧洲、非洲和亚洲大陆的传统丝绸之路，现在加上了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天主也使用这些方式来传播他的救恩喜讯。与各种商业产品一起出现的还有福音。关注庞迪我让我们得益良多，他和他的同伴们勇敢地提出了以汉语表达的信仰，这也许是他和他的弟兄们为了福音献出生命给天主的伟大欣喜之处。若没有他，其他对科学和文学的贡献就不会被理解。以充满弟兄情谊的方基格。庞迪我已经成为青年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典范。
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所承认的。尽管从表面看来，他最终失败了，但是他的一生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第一座桥梁。